原来福宝回到家也是被2位饲养员轮番照顾。谢奶爸对小福同学的爱不比徐奶爸少。近日徐奶爸被安排去照顾其他幼崽，换成了谢奶爸照顾福宝。每次加餐他都会带来超大号竹笋，临走还要依依不舍地看向小福，眼神里都是满满的爱意。谢奶爸还会时时刻刻守护在小门口，生怕外场营业的福宝有需求，只要小家伙走到洞口，他就化身小卖部老板头喂孩子果果。还记得福宝第一次出外场，也是谢奶爸亲自为宝贝准备蛋糕。外场院子翻修栽树时，他还和徐奶爸一起搭档监工。当福宝在内舍休息的时候，谢奶爸同样会来温柔的投喂孩子。一人一熊就这样面对面交流，足以可见小福对这位奶爸有多么放心。久而久之，一向恃宠而骄的福猪猪也开始拿捏谢奶爸。平日里看到临时走不动路的他，却在加餐环节赖在内舍不愿意出门上班，还是奶爸温柔的帮闺女按摩，小家伙才肯乖乖出门去外场加餐。虽然谢奶爸照顾福宝的时间不长，可他的爱意却是有目共睹的。小家伙自然也会逐渐依赖信任对方。当谢奶爸在外场打扫卫生加餐时，福宝隔着拉杆也要看奶爸。即便福宝还在外场营业上班，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扒着门缝找对方。只能说奶爸将闺女照顾得太好了。不仅如此，谢奶爸还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饲养员，此前专门负责照顾熊猫妈妈和幼崽。前段时间刚刚去往潘达星的青瓷就由他照顾。小家伙最后一段熊生也很幸福快乐。当青瓷耍脾气不愿意出门喝盆盆奶时，谢奶爸直接单手抱起来孩子，难怪宝贝看到男友力爆棚的奶爸都花痴了。等到青瓷喝完盆盆奶后，奶爸还温柔的拿毛巾帮孩子擦嘴，临走还不忘来个宠溺的摸头杀。青瓷还是个小小一只的糯米团子时，就被谢奶爸捧在手心里照顾。每当小家伙撒娇贴贴时，奶爸都会给予回应，隔着口罩也要亲亲。而且这对父女俩也很有默契，宝贝和小伙伴们排排坐时，只是递给奶爸一个眼神，对方就立马送上来一大根胡萝卜。因为奶爸这份对青瓷的温柔和耐心，他还俘获了其他滚滚们的芳心，总是被一堆熊猫抱大腿。毕竟谁能不喜欢这么面善有爱心的奶爸呢？难怪他能成为福公主的2号饲养员。只希望宝贝在新奶爸的照顾下也能快乐。看到小奇迹从呆滞到眼眶含泪，和站起来和游客打招呼的转变，才发现仔仔回国后有多幸福。回到自己家的小奇迹彻底放飞自我，不用做懂事听话的乖孩子，每天都可以拆家霍霍外场。别家小熊爬到树上欣赏风景，而调皮的小奇迹却偏偏不走寻常路，修剪树枝才是他的首要任务。外场的大树都快被这小子给薅秃了，就连小七一会儿也松弛感拉满。谁家小熊露着肚皮四仰八叉的睡觉？身为熊猫圈妥妥搞笑男的他，就连掰个竹子也能整出800个新花样，套头劈开的样子让人笑不活了。当奶爸蹲在门口给好蛋儿劈竹子时，一向好学的小奇迹也有样学样，呲着大牙拿着竹竿比划起来，甚至还一蹦一跳在搞笑之路上狂奔。这小子的脾气也是越来越大，被小鸟吵到后又是喷气又是嗯嗯叫，只能说孩子在自己家就是任性。小奇迹之所以会如此调皮捣蛋，还得是饲养员的爱意让他恃宠而骄。王奶爸是真心将仔仔当成亲儿子宠，当宝贝蜷缩着身子呼呼大睡时，他就守在身边，用宠溺的语气喊对方起床。小姐姐，可见了。这天奶爸在外场拿着工具打扫青团，临走看到小奇迹在一旁监工，还要走上前摇头晃脑的逗对方，简直将熊猫当成自己的小孩子去宠。一向脾气大的小奇迹听到游客吵闹后，气得他趴在木架上生闷气，还发出汽笛声，让王奶爸很是担心。他为了安慰好蛋儿的情绪，竟然趁着对方呼呼大睡的时候去外场送笋。这可是父子俩第一次超近距离投喂，要知道看似软萌的熊猫攻击力很强，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就能让饲养员受伤，而奶爸还是要不顾危险去外场，足以可见仔仔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般。同为小奇迹饲养员的狼奶妈也是打心底里宠爱这小子的。当仔仔玩的太疯，一不小心撞到树上，气得他暴打起来，罪魁祸首。奶妈担心游客误以为小奇迹暴力，活泼一点好，还特意出面帮对方解释现场公关。他喊好蛋儿下班回时的语气，也和小孩在外面玩妈妈喊孩子吃饭一模一样。有狼奶妈和王奶爸轮番宠爱，难怪小奇迹的性格能转变这么大。美貌与智商并存的飞云有多完美？萌妹只要略施小计就能拿捏一亿枚。只见饲养员把笋子放在滑梯中间，宝贝尝试好一会儿都够不到。本以为飞云会发挥体重优势，滚下去用身体撞飞被卡住的大笋笋，哪曾想这小妞才不是什么笨蛋美女，转身拿来抱枕随手一扔，像玩保龄球那般成功打下竹笋。会使用工具不是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吗？很难不怀疑飞云计划着考清华北大。而奶妈为考验闺女的智商，第2天就撤走抱枕，再次将竹笋卡在滑梯上看对方的反应。飞云起身扶着滑梯试图拿走笋笋，奈何被身高拉垮够不到，他只能爬上木架另寻他路。宝贝不舍得将自己心爱的小白象扔下去，便俯身拍打竹笋，很轻松就拿到手了。飞云作为大连3宝的智商担当，就连打架都是有战术的，即便他被妙音突然飞扑狠狠压制住，小家伙也能用一个转身扭转局面。
只能说飞云的强悍武力值，再和他看过兵书的脑子搭配在一起，简直是熊猫圈所向披靡的存在。宝贝还是熊猫圈罕见的语言天赋强者，能听懂人话的他经常和奶妈无障碍交流。萌妹刚开始还撒娇讨要胡萝卜，奶妈仅仅是提醒闺女一下，她就立马低头找食物。咱就是说飞云智商不考个博真的可惜了。前段时间金虎偷走他最爱的鳄鱼玩偶，气不打一处来的飞云要暴打侄子，却被不懂事的大门阻拦住。一心想要报仇的他可不会善罢甘休，竟直接往门口一躺，拦住大胡子的去路。金虎打也打不过，只能吃起来哑巴亏，一下午都待在外场不能回家。还是奶妈看不下去，往门缝里塞食物，被困在外场的大胡子这才填饱肚子。美貌更是飞云不值得一提的必杀技，这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又长又翘的睫毛，是熊猫圈独一份的存在。难怪奶妈都忍不住感叹闺女的颜值。哎，你漂亮的呀！哎呦我的天呐，飞云呐！身为最美逢猫猫的飞云，就连放屁也是难得一见的治愈时刻。这小丁一句傲娇极了，难怪猫粉们都沦陷于妹妹的脸蛋。这小妞还因为自己的神仙颜值，免去不少麻烦事儿。要知道她经常欺负隔壁大侄子金虎，可是金刚芭比的暴躁形象，即便如此，她也能凭借颜值口碑逆转。毕竟每个视频下面都有姨姨们为她挽回形象。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小熊？难怪飞云能靠智商和美貌嘎嘎乱杀。原来花花能跻身一线顶流明星，除了离不开谭爷爷的辛苦付出，更少不了这位到处给他营销的保安大叔。那个花花的屁股，它是不一样的屁股，它是萝卜，它是熊猫屁股，任且花花还是旺红，那就是旺红熊猫萝卜的屁股哟。连女明星的屁股都能被保安大叔夸上天，难怪他能被网友称为花花御用经纪人。别看保安大叔相貌平平，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，但他却凭借幽默风趣的经典语句，给女明星花花招揽了不少游客。只要你心中有花花，就去排队看看它。花花在哪？快去看莫道花像花花。今天的花花跟昨天的花花都是不一样的。为了让游客们都去看花花，保安大叔搬出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，很难不怀疑他在哪个经纪公司工作过。当游客询问大叔需要多久才能看到花花时，他立马化身填坑大师进行了一番即兴演讲。哎呀，这个排队的位置，如果你在2个小时的位置，就是排2个小时。看3分钟，如果你在1个小时的位置，就是1个小时看3分钟；如果你在面前，就是马上看3分钟。虽然大叔貌似回答了很多，但实际啥用没有，像极了期末考试划重点内容的老师。而当游客辛苦排队，却只看到睡觉的花花后，保安大叔举着小喇叭拼命吹彩虹屁，表示人有睡美人，猫有睡美猫。花花又在睡觉，睡觉也是花花嘛，不可能因为花花睡觉就不是花花了。人有睡美人，猫有睡美猫，睡着的猫一样可爱，千姿万状。那是睡美人，这叫睡美猫嘛。哦，对对对，越睡越美，越可爱。不得不说，保安大叔这番解释挑不出一点错，毕竟花宝鸡这么可爱，让他多睡会又怎么？而为了让更多游客能看到他喜爱的花花，就连花宝鸡快下班时，大叔也在拼命揽客。3分多秒，看花花，花花快下班，抓紧时间往前跑。听我最后一步了，最后一波，对，就看打末班车，就看你的体力。不得不说，要论耍嘴皮子，保安大叔绝对是同行中的天花板。然而大叔性格开朗，说话幽默风趣，但其实他内心非常温柔细腻。看到很多游客只看花花而忽略荷叶时，保安大叔会主动讲述小叶子的优点，让更多人喜欢上这个单纯可爱的瓜迪。真的很多优点，它就是威猛，速度很快。这个射箭嗖，这是一个真的。还有爬树也是可以嗖。哇，保安大叔。而当旁人调侃保安大叔是叶子迷叔时，他坦然回答：应该让他们共同的一起健康长大。这个双胞胎啊，他们是同期颜值，他是血脉相承，是有心的感觉。或许正是因为大叔幽默风趣和细腻的内心，才一举获得众多粉丝的喜爱。难怪网友们都说熊猫基地3枝花，爷爷大叔和花叶。你听说过虫洞养猪场吗？都说陕西的大熊猫像猫，四川的像熊，而重庆的像猪。虫洞养猪场也就因此得名。饲养员也不负众望，把熊孩子养得个个膘肥体壮。当莽星星和莽晨晨兄弟俩自助淋浴时，即便身上的毛全部被打湿，依旧能看出圆润丰满、曲线分明的身体。甚至就连出生不久的芒小五也是猪里猪气。不得不说，虫洞是懂得如何养猪的。而虫洞的大熊猫不仅长相肥美，就连崽崽也都是一窝一窝的生。如今虫洞共有22只大熊猫，是除了2大圈养机构之外数量最多的动物园。并且虫洞大熊猫不仅数量众多，还个个都会整活红的发紫。每只大熊猫都各有各的出圈名场面。当年兰香苦等小鲜肉5养6年，直到14岁才和对方本交，一举生下虫洞太子爷鱼宝和女熊鱼贝。而兰香被晋升为兰贵妃后，更是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。
奶孩子时直接张大嘴让奶爸把笋放嘴里。不得不说，当初兰香主动进笼子非常明智，但与兰贵妃的痴情不同。二顺始终认为只要保养好弟弟随便找。当初他从加拿大回国后去熊猫中心相亲，谁料一眼就相中了跟自己闺女同龄的蔓越莓。更炸裂的是，二顺比婆婆姚曼还要大2岁，但两熊爱得轰轰烈烈，并生下了双胞胎于可于爱。如今可爱兄妹也同样各有各的出圈方式。俗话说虫洞乱不乱全靠爱姐说了算，于爱小年纪就凭个熊魅力活成爱姐。走起路来霸气侧漏，还不忘咬根小树枝。此外，爱姐年仅1岁，手上就沾染了7条鸟命，并且霍霍完咕咕鸟，还把人家老巢给端了。主打我的院子里不能有一只鸟。有时爱姐也会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，便趁奶爸奶妈不注意，悄咪咪掀井盖，还喊来妈宝男于可打掩护。谁料这小子扭头就去跟妈妈告状，于是爱姐被奶妈提溜着喜提安全教育讲座。可怎么看都觉得于爱满脸都写着不服气，而哥哥于可就是个实打实的妈宝男。老妹在爬树时，他在二顺妈妈怀里求贴贴；爱姐尝试吃竹叶时，他还在冲着奶妈撒娇。可奇怪的是，于爱如此努力，却总是打不过妈宝男。或许是因为于可不讲武德，总喜欢扣熊眼珠子吧。如今芒小五也和大家见面了，不知他会因什么而出圈呢？这就是开天辟地的始祖，后人当敢踢翻我的大幕。爬最高的树，采最细的枝。大熊猫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完成国宝的？只见大熊猫茜宝正在木桩上整活，随着它销魂的动作，树干也在不断摇晃。不信邪的茜宝使劲把身体往左顿压，结果下一秒木桩就从根部齐齐断裂，而茜宝摔下来时刚好碰到并不牢固的石头，看着向自己滚来的石块，她大惊失色。好在茜宝身手敏捷，一溜烟窜得比兔子还快。要是换成花花，这石头恐怕早就挨身上了。这天梅兰肉肉站在树上配合姨姨们拍照，还不忘伸出大长腿展示妖娆的身段。谁料当肉姐听够彩虹屁，心满意足从树上下来时，299.9斤的她直接踩断树枝摔到了地上。又羞又恼的肉姐直接躲到墙根独自悲伤，恐怕这将成为肉肉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而小新除了是秦岭吃播一姐外，还是小年纪就坐拥一整座山头的山大王。平日小新最爱出去巡山，累了就找棵树睡觉，饿了就回到山下吃奶爸准备好的火箭炮笋。虽然日子过得非常舒心，但山太大也有坏处。有次小新巡山时就不慎从陡坡上跌落，不仅结结实实摔了个大跟头，还差点被树枝划伤。好在经过奶爸检查后确认并无大碍。而大熊猫摔下树最出名的大概就是程莹莹了。彼时2岁的莹莹在树上跟小伙伴玩耍，却不慎从4米高的树上跌落，当场昏迷。医护人员用针刺激其4肢末梢均没有任何反应，于是判断莹莹大脑可能受到严重损伤，全力抢救后深度昏迷54小时的她睁开了双眼。可谁料莹莹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站起来抓蜂蜜碗，昏迷这么久都没忘记蜂蜜的美味，看来没有傻。此后网友们为她起了个铁头莹的称号。当然除了大熊猫时不时会作死外，还少不了熊孩子的推波助澜。这天萌萌站在石头边抖着小脚抬头欣赏蓝天，谁料大孝子萌兰直接背后偷袭撞飞老米，萌萌脚一滑直挺挺摔下去，脑瓜子嗡嗡的。这下终于明白他为何宁愿吐掉一半小苹果，都不愿意给好大儿萌兰分享了。随后缓过劲的萌萌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把萌兰拉到石头后面一顿胖揍，而二顺妈妈却被2个熊孩子拿捏得死死的。只见于可于爱前后夹击二顺妈妈，把她从木架上推下去，摔了个屁股蹲，气得二顺直接扭头就走，不想再搭理熊孩子。恐怕大熊猫就是这样把自己整国宝的吧。